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一身伤疤都淹下去了，真江湖一上桌，花活全白搭。人狠话不多的诚意，这回真让人熬着盼。我跟你说，富山海这劲头是真沾人气，这预约量摆那儿，数字不会说瞎话。将近1000万的预约，什么概念？现在聚集多的跟过年似的，成堆成堆往上扑。可你看，能把这一地鸡毛扫出一条大路的，真没几个。懂行的都清楚，这种现象级的热度，可不是谁想有就有的。不是说粉丝随便喊2嗓子，平台就真能跟着动起来。里头门道在哪儿？就一个字：盼。诚意这号人，前几部作品给人割下的信，那都不是编的。老观众心里透着点实在劲儿，大家等的不是那点流量的花里胡哨，是这口真刀真枪的江湖。咱聊聊江湖戏的有点真功夫。江湖这东西，最好别靠光喊口号。你还别不信，演这种带点烟火气的武侠，要是没点生活底子，准栽。我看过的各路江湖，真假一对比就现原形。有些剧光会摆桌子、晃剑，连把刀怎么握都显得别扭。可诚意这次扛刀、翻身，一个眼神都有那股练过的劲儿。你一看李晨舟出场，站姿不规整，反而透点横劲儿。腔子里像藏了点苦，走路带风不是造型设计，是过日子走出来的。没人教他这些，那是人家进了生活才尝出来的手艺。所以说，江湖气不是一句台词能打住的。拿味儿说话，拿细节落地，这东西没点生活经验，真碰不出来。诚意这人身上有种自然出来的劲道。咱掰开了说，诚意为啥能让粉丝死心塌地？他不是光靠脸混的。现在多少小演员，头发一丝不乱，衣裳不沾土，嘴上满口大义，骨子里一点江湖味儿都没有。诚意哪儿不一样？他不是只演戏，是融进了那个圈子。你看他一挥手，一皱眉，就像真在江湖里打过滚，那不是演，是活出来的。戏里有身子骨，有精气神，也有苦出来的豁达。咱说句实在的，这行里最怕啥？怕天真，别真以为武侠世界就跟写作文似的，随便编2句就灵了。一部剧让我信，就得让我觉得里头人都活。富山海目前给我的预告和热度，的确全是真劲儿，不是光糊弄小孩的虚火。口碑和流量，说到底都要看细节扎实不扎实。你要问我，这剧到底靠什么？这红货能不能接着续下去，就看一个事儿，细节扎不扎实。以前有的剧场面做得挺大，可一戏瞅，全是纸糊的边。什么江湖恩怨、拔刀相向，说起来多有大义，落到具体，连一碗酒都喝得假。富山海现在放出来的造型、马蹄声、衣服皱褶，还有那雨里奔跑的镜头，都像真有人在里头活着。马踩泥的不会空转，人打架不是慢动作，连喝闷酒都能看出日子没少过。这种细节，行家一瞅就有底气。观众不是傻子，都明白呢。只要这剧能一直这么落地，别飞起来光讲大道理，保准咱还能多聊聊实在劲儿。别指望神仙剧本，真本事要靠岁月熬。武侠剧这碗饭，新演员想端牢不容易。台词怎么说，身段怎么放，哪一步走得像样，其实都是熬出来的。有的演员拿着剧本一板一眼，死记硬背，看完就忘。遇上诚意这种把日子真过成戏的，才有活人的气息。剧本再妙，也比不上生活带来的那些疤和茧。圈里混久了，都知道皮肉都真沾过血的，戏就有分量。平台指定也不是白傻，看到你这人戏一真，细节一落地，自然的捧你。甭管预约量怎么涨，
口号怎么吼，最后能站住的，还是得靠这股子咬牙沉下来的劲儿。这事儿没法抄近道，也糊弄不了谁，真真假假，一眼就透过来。傅山海这次要真能把苦头熬利索了，后头连轴转也不怕。反正懂行的观众早看明白了，傅山海真功夫撑起来的江湖，诚意用疤和茧换来的厚重感，一身伤疤都淹下去了。真江湖一上桌，花活全白搭。人狠话不多的诚意，这回真让人熬着盼。傅山海还没开播，光是预约量就已经将近1000万，这数字摆在那儿，不带半点虚头巴脑。现在的影视剧数量多的跟过年鞭炮一样，噼里啪啦没完没了。可是真能点着观众心火的，少之又少。大多数剧播完就像一阵风，连响声都不留。可傅山海不一样，这热度是真攒出来的，是观众眼巴巴等出来的。为什么？就一个字：盼。观众盼的不是花架子，而是真刀真枪。江湖戏要有烟火气，要有真功夫。有些剧布景再华丽，特效再炫目，一开打就原形毕露，刀剑挥得跟跳舞似的，演员手脚僵硬，眼神空洞，根本撑不起江湖2个字。程毅这次在傅山海里饰演的李晨舟，一出场就透出不一样的味道，站姿不规整，却带着横劲儿，一个翻身扛刀，身子骨有股练过的劲道，眼神一沉，像是背过伤、走过苦的江湖人。这不是导演喊开始之后临时摆造型能摆出来的，这是演员身上自然长出来的气息。那种练过的感觉，不光靠动作，更靠气质。程毅身上有这种演路子练出来的赌实劲儿，不是演，是活。程毅不是靠脸混的，是把日子熬进戏里。很多新生代演员，头发永远一丝不乱，衣服总是干干净净，哪怕演的是亡命之徒，也像刚从时装周走出来，嘴里喊着兄弟义气江湖大义，眼神却是飘的，骨子里一点火候都没有。程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把戏和生活揉在了一起。他演戏的时候，不是假装在江湖，而是像从江湖里走出来。你看他一皱眉，带着点苦出来的坚硬；你看他举刀，手腕沉得住劲；你看他喝闷酒，连呼吸都透着日子没少过。这种感觉，粉丝不是没见过。程毅的每一部戏都给观众留下了一点信任感。他不光教角色，还教出一份真，所以观众才愿意等他，才愿意一遍遍点预约。因为大家都清楚这人不是靠脸混饭吃的，他身上有戏，有疤，有茧。江湖味儿是细节熬出来的。武侠剧最怕什么？最怕假。假到什么程度？刀剑是塑料的，打斗是慢动作，喝酒像漱口，衣裳再破也一尘不染。这种剧，观众一眼就能看穿。而傅山海目前放出来的预告片细节，给人一种扎实的底气。马蹄声敲在泥地上，带着沉重感，不是空洞的音效。衣服褶皱里有生活痕迹，不是刚熨完的布景服。雨里奔跑的镜头，演员是真冲，泥水真溅，不是特效瞎糊。酒桌戏里，一口酒喝下去，真有股子闷苦劲儿。这些小细节才是观众信任的关键。观众不是傻子，谁真谁假，一看就懂。平台为什么敢捧？因为程毅的戏有分量。现在的平台不傻，流量虚的那一套，他们早看透了。谁能站住，谁能留下，归根到底是戏能不能服人。程毅这些年没走捷径，也没靠炒作，他是一步一步戏熬出来的。莲花楼里的李莲花有病态的虚弱，但眼神里有锋利难封之我意里，医者的冷静与隐忍，被他掰开揉碎演给你看。到这次傅山海，他把江湖人的狠、苦、豁达都扛了上来。平台为什么敢押宝？
因为他能把生活熬进戏里。他的戏不怕反复看，越看越有劲。真江湖靠的是熬出来的劲儿，别指望什么神仙剧本。再妙的台词，如果演员说出来像念书，也白搭。真正能打动观众的是演员身上的疤和茧，那些都是岁月熬出来的。武侠世界本就是刀口舔血的生活，演这种戏，如果演员身上没有一点沉淀，台词再漂亮也撑不起分量。程毅的优势就在于他身上有这种沉淀，那不是装，是熬过来的。富山海的未来得靠落地。有人问这剧的红火能不能延续？我只看一个标准，落不落地。如果后面的剧情能保持现在这种扎实劲儿，不虚不飘，每一场打戏，每一句对白都像真刀真枪砍出来的，那就稳了。观众自然会把口碑撑起来。可要是走偏了，光喊大道理，场面再大，台词再响，也会掉下来。江湖戏讲的是实在劲儿，越真，观众越信。懂行的观众早就看明白了，江湖这碗饭不是谁都能端稳，靠脸混的不行，靠虚火更不行，只有真刀真枪熬出来的才能留下来。程毅这一回带着疤和茧，真刀真枪的把富山海撑了起来。这剧要是能一直稳住这股劲儿，后头连轴转也不怕。反正懂行的观众早就看明白了，这才是江湖，这才是真戏。